你有多久没有真正的把手伸向天空了？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更是一个对肩膀健康度的测试。事实上，把手伸向天空这个简单的动作，涉及到我们肩膀后面一块超级重要的骨头——肩胛骨。肩胛骨总共可以表现出10种不同的动作，包含前伸、后缩、耸肩、压肩、前倾、后倾、内旋、外旋、向上旋转和向下旋转。而要把手举向天空，主要会用到其中的向上旋转、外旋、后倾和前伸的4个功能。肩膀可以说是活动度之王，我们可以用双脚走遍全世界，而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自由而不受限地使用双手。虽然人体的构造非常奥妙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设计有时候并不完美。对肩胛骨来说，尤其是向上旋转、外旋、后倾这3个动作最容易出问题。如果肩胛骨、肱骨还有锁骨周围的肌肉不能完美的协调肩胛骨完成这3大动作，肩膀就容易出现弹响声、痛，还有肩胛脊等等的问题。这部影片我将让你知道为什么健康的肩胛骨会逐渐失去这3大动作的原因，以及如何用最简单的放松、伸展训练找回这3大动作，让肩膀恢复健康。在我们正式进入到3大动作之前，我想先帮你掌握一点有关肩胛骨的基础知识。肩胛骨是个三角形，有3个主要的顶点，上方的顶点称为上角，下方的顶点是下角，而外侧的顶点叫做肩峰。从这3个顶点来看，这3大动作，肩胛骨向上旋转是当上角朝下旋转，同时下角和肩峰朝上旋转的动作。肩胛骨外旋的动作是指肩峰朝后旋转。肩胛骨后倾就是上角向后移动，同时下角向前移动的动作。我建议你在学这些动作的时候，可以边记边动，这样身体能更容易的帮你记住这些部位还有动作。接下来我想跟你探讨的是，为什么肩胛骨特别容易失去向上旋转、后倾还有外旋的动作呢？其实这跟我们的日常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肩胛骨会失去向上旋转的能力。因为现代人的肩关节每日活动量急剧下降，而且通常都是重复的生活或者是娱乐，像是长时间使用电脑、开车或者是看手机，这些生活习惯都会让肩胛骨长时间处于下旋的位置。如果手太久没有抬到90度以上，肩胛骨就容易被固定在下旋的位置，进而失去上旋的能力。再来，我们来看看肩胛骨失去外旋能力的原因。像这样把手放在桌上，手臂很自然的就变成内旋的动作。内旋手臂会往上带动肩胛骨也内旋，让肩胛骨内缘就容易有一个翻起来的力量。再加上我们日常生活也几乎不会做像是伏地挺身或者是4足跪姿这种需要用手来支撑身体的动作，这样负责承重的前锯肌就会变弱了。只要前锯肌变弱，又常常内旋手臂，肩胛骨内缘就无法稳稳的贴紧肋骨壁，而这就是翼状肩胛的体态了。翼状肩胛一旦出现，肩膀的问题可就大了。比如像手抬高这种简单的动作，也会因为肩胛骨不能贴紧肋骨壁滑动，就会出现肩胛脊的症状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看肩胛骨失去后倾能力的原因。手往前摆的时候，前侧的肌肉群像是胸小肌、胸大肌、肱二头肌、会肱肌等等的肌肉会比较容易紧绷，肱骨就容易被往前带，进而带动肩胛骨也往前倾。一般人肩胛骨日常摆位在前倾位置机会很高，加上不太会去训练后侧的肌肉力量，也容易忽略伸展放松前侧的肌肉，肩胛骨就容易卡在前倾的位置，失去举手时后倾的能力了。在这里，我想要跟你分享身体除痛手册里面的一个表格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按一下暂停，看看表格中有多少项目你是打勾勾的。当你仔细看表格里的动作后，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，这些看起来这么简单的动作，可能都好几年没有做过了。不过也别担心，你可以先按暂停，活动一下，再回来继续看。身体如果长时间不做某些动作后，大脑和肌肉之间的连结就会弱化，也可以说我们会逐渐忘记怎么协调身体。就像一个钢琴家，如果长时间不练琴，手指的触键灵敏度一定会下降。这种迟钝感如果发生在肩膀周围小肌肉的小动作上，就像是肩胛骨的螺丝没有拴紧，置之不理，肩胛骨歪掉之后，就开始引发各种肩膀的问题了。讲到这边，现在我们已经了解肩胛骨容易缺乏的3大动作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一步步的拴紧这些小肌肉。
首先，肩胛骨的向上旋转动作，这需要前锯肌还有上下斜方肌的协同作用，而前锯肌和下斜方肌这两条肌肉是肩胛骨周围最容易弱化的。只有当这两条肌肉抬手时，能够好好的提供力量，我们才能顺利的完成向上旋转。接着是外旋的动作，主要由前锯肌负责，它的角色是在抬手时稳定肩胛骨，确保它紧贴肋骨壁。当前锯肌功能减弱，肩胛骨就容易过度内旋，形成翼状肩胛。我们可以透过承重训练来强化前锯肌。最后，肩胛骨后倾动作涉及锁骨还有肱骨，维持这3个骨头的后倾连锁动作是关键。这需要保持前倾肌群的弹性，例如胸小肌还有会肱肌等等，并透过肱骨外旋的动作来让自己熟悉肩胛骨还有锁骨的后倾动作。接下来，我不仅会教你如何放松这群肌肉，还会分享如何训练肩胛骨的动作，帮你的肩膀确保健康。胸小肌放松。一开始先找到胸小肌的位置，要定位胸小肌时，可以用掌根压在胸部上，中指指向肩峰，掌心的位置就是胸小肌的位置。趴着，将球按住胸小肌，身体左右移动到觉得酸的地方，加压。疼痛指数10分满分，只要5到6分就好。一个点按压12下之后，换下一个点。你也可以一边压一边将手往头顶的方向举高，放下，重复12次，换另外一个点，重复同样的动作，每天做3组。会肱肌放松，一开始先抓到肱二头肌的位置，把肱二头肌往外拨开，再往下压，这个位置就是会肱肌的位置。上下移动按压，找到酸痛点。疼痛指数10分满分，只要5到6分就好。一个点按压12下，换另外一个点。你也可以按住酸痛点，整只手抬高放下12次，一天做3组。锁骨下肌放松，一开始找到锁骨。锁骨正中间的位置就是锁骨下肌的地方，按压之后再稍微往锁骨正下方按进去，就可以按到锁骨下肌的位置。找到酸痛点，一个点按压12下，再换下一个点。你也可以按住后固定，耸肩、压肩，让锁骨下肌拉长以及缩短活动。我们的锁骨很容易卡在比较耸肩的位置。这时候高耸的锁骨会影响到肩胛肱骨节律的运作，而造成抬手到最高的时候肩膀痛的问题。这时候可以多多按压这个位置，让锁骨有机会活动一下。肱二头肌放松，找一个高一点的平面，或者是趴在地上也行。将大拇指往下转，对准地板，将滚筒放在上臂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肱二头肌。大范围找到肱二头肌上有酸痛点的地方。深压，左右按压12下，最远端按到手肘，最近端按到肩膀。你也可以把手分成3等份，全部按压完之后换另一边。三角肌放松，三角肌分成前、中、后，围绕在肩膀一圈。按压三角肌的方法，可以找一面墙，拿一颗球，身体倾斜躺在墙上。将球放肩膀前侧，让球沉进身体里面。这个点就是前三角肌的位置。一个点按压12下，换下一个点。中三角肌可以将身体侧面对墙，将球沉进身体里面，靠身体的重量按压。一个点按压12下，再换下一个点。后三角肌可以将手举高90度，将球按压进上臂还有躯干的交界处。靠墙深压，深压后身体前后转动，一个点按压12下，换下一个点。前锯肌训练，前锯肌的主要动作是肩胛骨的前推，还有往上旋转。一开始4足跪姿，手腕在肩膀下方，髋关节在膝盖上方。最好诱发前锯肌的位置在肩关节跟躯干夹角90到150度之间。找一个瑜伽砖或者是高一点的平台，集中注意力在肩胛骨上。
做出推的动作。你给自己的口令可以是想象身体离开地面多一点，但不要出现边推边驼背。接着再把身体往地面靠近，从90度练到120度，再练到150度，一次选择一个角度训练就好。一上一下算一次。在推的时候容易出现耸肩，你可以刻意的让肱骨外旋，这样可以避免过度耸肩哦。重复10下换边，一天做3组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完整的前锯肌训练，可以考虑参考这部翼状肩胛的影片哦。肱骨外旋加肩胛骨后倾训练，训练完分段动作后，我们加强难度，把动作组合起来。4组跪姿，手腕在肩膀的下方，髋关节在膝盖上方。手肘微弯，不要过度伸直。第2指的指骨贴稳地板，肱骨外旋，腋下夹紧。这时你会觉得腋下紧紧的是正常的。手推地板，让身体离开地板一点，但不要变成胸椎弯曲。整个动作用到肩胛骨就好。推到底后，让膝盖离开地板，膝盖保持微弯，打开，用手推的力量。让髋关节往后、往上、往天花板推上去，全程手肘尽量维持一样的角度，不要过度伸直。推到底停留5秒，再慢慢回来。全程都要维持肩胛骨推的力量哦。反复8下，每天做3组。下斜方肌训练，一开始站在墙壁旁边1步的距离。如果要训练右边，则将手先放在左边口袋。训练左手则从右边口袋开始。预备好姿势之后，将手往斜上方举起。举起过程中，一边将上臂慢慢的做出插入身体的动作，一边将大拇指指向后方，直到手碰到墙壁。接着试着推动墙壁10秒，身体不动，一边推墙壁，一边试着将上臂插入身体里面。你会感觉到肩胛骨中间有点酸酸的，就是有训练到下斜方肌哦。反复12次，一天做3组。做这个动作有可能会出现拱腰，这时你要将腹内压360度撑开，稳定核心。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腹内压360度撑开、稳定核心的动作，可以参考这部影片哦。从今天这部影片，我们了解到维持肌肉骨骼健康、达到平衡是关键。这里的平衡不是指单脚站立的那种平衡哦，而是正向和反向动作之间的平衡。当这2种动作趋于平衡，代表控制这些动作的肌肉力量也会平衡，关节出问题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。那这也是肌肉骨骼系统最基本的原理。影片最后想跟你力推这本《身体除痛手册》，作者在最前面的免责声明就很明白的跟你说，负责你健康照护的第一责任人，就应该也只能是你自己。书中的内容与我的想法非常相似，都强调现代人因为活动不足，还有对身体的认识有限，而导致各种健康问题。保养肩膀最健康的方法，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做一些举手还有伸展的动作，无论是散步、爬楼梯，还是早晨起床时，都可以额外加上一些手往上、往后的简单动作，这样就能在无声无息中保持肩关节的健康咯。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这些健康观念对你有帮助，可以帮我分享给需要的人，这对我们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